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Caitli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我们上一集呢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就是 trauma bonding。那 trauma bonding 呢，其实是跟一些 abusive relationship 有关，所以不见得是跟边缘型人格而已。跟这样子的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很容易会发生这样子所谓的 trauma bonding。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谈谈所谓的 trauma bonding 的意义，还有哪一些常见的症状，也许可能你就是在一个比较 trauma bonding 的 relationship 哦。那我们还有接下来会跟大家讨论如何让自己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走出来。OK，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好，首先在我们一开始之前呢，一样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这个频道是做跟心理相关的，所以呢，如果你对这样子的议题有兴趣的话，麻烦帮我们按下订阅，还有不要忘记追踪哦，这样有我们新的影片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马上收到通知了。好，我今天讲话有点鼻音，因为其实呢，我不小心得了 COVID， 所以呢，讲话有点怪怪，然后头脑有点不清楚，先跟大家道歉一下，如果讲话不清楚的话，抱歉。OK。好，那我们先来谈一下所谓的 trauma bonding 的定义是什么。所谓的 trauma bonding 呢，那其实是由 Patrick Carnes 他写了一本书里头呢，叫做 The Betrayal Bond。那他在书里头就有定义所谓的 trauma bonding。那其实这个 trauma bonding 呢，是跟那个在施暴者，在这里我想要解释一下，所谓的施暴不见得肢体暴力，而是有言语、情绪、精神。还有肢体方面，各方面都可能会是施暴的一个方式。那他在书里头就有谈到呢，这样子的一个 bonding 呢，其实就是一个施暴者跟一个受害者当中的一个不断透过这种害怕，还有情感连结，还有他们之间的一个正向的增强，所造成一种负中错杂的一个情绪交结所产生的一个暴力的循环。那听起来有一点点复杂，所以我们等一下跟大家解释一下所谓的 trauma bonding 会有哪一些症状。我先跟大家解释所谓的暴力循环，我们在另外一个影片里面有更详细的解释，我今天先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麻烦点阅另外一个影片去看一下哦。那所谓的暴力循环呢，其实我们有几个 phases。第一个呢就是蜜月期，就是他们会疯狂的追求你，对你非常的好，可能送你很多的礼物，或者是讲一些很甜言蜜语的话讨你欢心。另外我想要再提另外一个部分，是所谓的 honeymoon phase， 但是它是适用在童年身上，就是有一群人呢，他们喜欢找一些未成年或者是比较年轻的人。那在这个部分呢，他们用的其实是grooming，就是他在对你好，然后做一些就是教你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另外一半，成为一个乖巧的孩子，成为一个他们想要或者是他们可以操控的人。所以呢，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得到的可能就是糖果啦，或者他们喜欢的赞美啦，或者是被表扬啦等等之类。这样子的行为很容易发生在偶像或者是教会里头。比较不良的人是会利用孩子的天真，然后会这样子来对待他们，让他们进入这样子一个暴力循环。身为父母，麻烦请教你的孩子认清楚所谓的grooming的行为。OK， 回到正题，所谓的暴力循环，在这里头呢，其实就是蜜月期，他一样会送你非常多的东西，讨你欢心，让你觉得你很特别，那你就会喜欢这个人。那接下来呢，就是开始会有一系列的轻微的轻描你这个人啊，然后开始有一些言语的暴力，开始有一些控制的行为，这是第一期。然后接下来呢，就是 escalation， 就是他的暴力开始展现出来，而且是越来越激烈，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一个状态。通常呢，在这个阶段之后呢，受暴的人可能会想要离开，又或者是会觉得这样子是不行的。那他们就会又再回到蜜月期，开始不断的道歉，跟你说我绝对会改，然后我绝对不会做这样子的事情了，我那是一时太冲动了。even 他们会说是因为你做这件事情我才会这么生气，只要你不再做这件事情，我以后不会这么做了。他们会把罪怪到你身上，那这就是所谓的暴力循环。 OK， 在这样子的状况下呢，你会发现人会因为他们这样子常带给我们情绪上的一个很像在坐云霄飞飞起起伏伏的，
人的大脑会产生一些刺激荷尔蒙，甚至会对这样子的一个强烈的情绪的起伏产生一种上瘾的行为。那在这里我要再跟大家再讨论一下一个部分，我们在创伤反应里头有4种 ：fight or flight, freeze， 第4种呢是 fawn。那 fight or flight 是我们以前最常听到，就是你一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要么就是跟对方吵，就是跟对方打。在古代的时候，我们就是跟对方打仗。那不然的话呢，你觉得你自己可能会输，就是逃跑，所以就是 fight or flight。那接下来呢，我们在心理学又发现了有另外一种是在一般的自然界里头我们会常见的一个现象，叫做 freeze， 就是例如说有一只老虎抓到你了，你在那个当下你知道你逃不了了，那我们的动物的本能就是 shut down， 我们会把所有的器官全部冻结掉，就不再跟大脑连接，因为太痛了，太痛苦了，所以我们在那个当下我们就会整个人定住，不会动了。在动物的自然界，这是很常见的事情。那在人类里头呢，我们又有第4种，我们最近就发现了，叫做 fawn， 那就是讨好。所谓讨好呢，就是你一直发现对方有一些不开心的事，尤其是施暴者，为了要避免自己再次受到伤害，你会不断的去讨好。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想要提醒各位，如果你自己发现你自己是一个讨好型的人的时候，你就要更注意了，因为其实讨好型的人很容易会陷入 trauma bonding 的 relationship。我们接下来就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比较常见的6种 trauma bonding 的一些现象。第一个当然就是他们曾经言语、情绪、肢体各方面各种不同，甚至精神方面的暴力。那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的话，这人其实有暴力的倾向。所以不管怎么样，就算他跟你说哦，我以后不会再发生了，以后绝对不会这么做了，其实这个人有这样子的倾向的时候，他慢慢还是会显现他的本能的。这个是第一点。如果他曾经有对你施暴过，不管是言语、情绪、肢体或精神，或者是各方面的，甚至金钱，那其实他都还是有可能会再复发的。第二点就是你会发现你好像 walking on eggshell， 就是如履薄冰。就是呢，你会发现你随时都在紧张的一个状态，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对方会生气，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说的话他会是高兴的，又或者是你做的事情会惹他生气。可能这一秒他看起来很高兴，下一秒你才停顿一下，马上他就大暴怒了。所以你随时都是在一种紧张害怕的状态。如果你跟一个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不是舒服自在的，而是随时都很紧绷的话，你可能就要注意咯，也许这是一个 trauma bonding。第3个就是呢，他们常常违反他自己的承诺，然后你也是发现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去原谅，甚至为他们找借口去原谅他们。也就是说呢，他可能这一次因为他喝醉酒了开始打骂你，然后你会发现他回来道歉，然后跟你说不会再这么做了，你也开始在原谅他，就觉得说对，其实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才会这么做的。下一次呢，又是哦，其实是因为他的老板对他不好，所以他才会这样子，不是完全都是他的错，他不是故意要伤害我的。当你发现一次又一次的这样子做，然后你一次一次的去背叛你自己，去原谅这个人的时候，其实很有可能你已经在一个 trauma bonding 的 relationship 了。第5个呢，就是你会发现你很难离开这个人。其实很多人在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会觉得这样子的关系非常的 toxic， 很不健康，你为什么不离开这个人？困难的是就是没有这么容易离开。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过去曾经跟一个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的人交往过蛮长一段时间，大概2-3年吧。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也是一直不断的去原谅对方，然后一直不断的去找借口，一直去想说一定会改变，一定会改善的。那到最后呢，其实要分开的时候，其实我发现我非常的痛苦。那在离开这个人之后呢，我几乎每天都在哭。那我也会觉得这是一个让我很困惑的事情。明明离开这个人对我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是我却很难走出那样子的一个循环里头，又或者是很难离开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其实如果你在这样子的关系里头，然后你试着离开，你发现很难离开，又或者是你离开其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你并不孤单，这是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带给我们的情绪太强烈也太复杂了，所以你会很习惯有这么强烈的一个人在你身边，时时刻刻都在你身边。当这个不在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失落，会造成一种空虚感，所以人会因为没有办法
适应这样子的一个失落跟空虚，而很多人会选择要回去。而如果这是你的选择，我也能够理解，只是我也希望你能够了解，这是一个不够健康的一段关系。最终，你还是必须要勇敢为你自己的人生负责，而勇敢的离开。下一个呢，就是你发现你必须要为他们情绪负责。如果他不高兴的话，你不但不能开心，而且你还要想办法逗他开心，让他开心。所以你会觉得你要做好多的事情去让他心情比较好，或者是让他感觉比较好。甚至去压低自己的姿态，让他觉得比较高兴一点，或者是让他状态比较好一点。那如果你发现你在关系里头不断的去扭曲自己，又或者是呢你没有自己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其实很有可能就是在一个 trauma bonding 的 relationship。下一个跟上一个蛮像的，就是没有界限。所以没有界限，就是他们随时随地都要知道你人在哪。他们不只是这样，还要随时去掌握你的行踪，然后要知道你的手机跟电脑的密码，然后什么都想要查。包括呢，他甚至不希望你跟家人朋友碰面，最好都不要碰面，最好随时都在他身边是最好的。所以他跟你这个人是完完全全没有界限，全部都是连在一起的。那这些呢，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常见的一些 trauma bonding。那你会发现，这样子的人其实他们非常的容易掌控另外一半，就是受暴的人。那我们这样子的人呢，讨好型的人呢，就会因为不希望他们有任何一丝丝的不开心，就不断的去扭曲我们自己，去做符合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你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我刚才一开始要去再多说明一下。就是讨好型的人真的比较容易会陷入这样子的关系，所以这样子的人真的要特别注意，你身边的人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征兆。那如果真的很不幸的觉得自己好像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不健康的关系里头，怎么办呢？真的，我很建议，首先找一个心理师聊聊，或者是如果已经离开了，但是觉得非常的痛苦，真的可以找个心理师来谈一谈你现在的状况，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在这样子的关系里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那至少你能够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里头有一个自在，然后不批判的环境里头去说你的经验、你的感受，然后甚至去谈论在这关系里头离不开的那种很难过、很痛苦的经验，又或者是很需要人陪的那些经验。有一个人来听你说，有一个人站在你身边去陪伴你走过这一条路是非常重要的 ，OK。第二点呢，我自己的经验是写日记很有帮助。为什么呢？当我们在写东西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把我们情绪的部分，我们情绪的大脑，去变成我们理智性的大脑，用逻辑性的思考。而在写作的方面，我们又同时牵涉到不同部分的大脑，所以其实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我们等于是在做一个自我整合。另外一个部分是把我自己内在的所有的情绪、想法、感受全部都写出来的时候，我也能够做一个宣泄，而且这过程当中没有人会有任何的批判。那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疗愈的方式。